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想象一下，一则论文或一个晶片，能把破解你网络银行与加密货币签名所需的门槛，从天文数字缩小到可想象的工程规模。2026年 Google 公布的 Willow 晶片与相关研究，宣称在错误校正与演算法编译上取得关键突破。某些估算显示，破解椭圆曲线签名所需的物理量子位可能下降数十倍。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你的旧有公钥、一封曾在云端备份的邮件，或是一笔尚未动用的比特币，都可能在未来被写取成铭文或被伪造签名。这便是媒体口中的量子终结一切加密，既是恐惧，也是紧迫的行动呼唤。本片不是恐慌剧码，而是用数据与技术还原哪些加密真的岌岌可危，哪些还能喘息。企业与个人该如何在这场资安大转型中保命并保有选择权？量子计算的发展长期被分为两个阶段：嘈杂中等规模量子 NISQ 与容错量子计算。NISQ 时期能示范某些优势，但难以维持长时间复杂运算所需的量子态。容错时期则靠错误校正，把许多实体量子位组合成稳定的逻辑量子位，才能运行像硕尔这类能破解大数分解或椭圆曲线的演算法。这个门槛多年来被认为极高，因此资安界长期把焦点放在非对称加密，如 RSXC 可能被量子破解的长期风险，但也同时指出，对称加密如 AES-128与某些杂凑函数在短期内仍有实物安全性。企业、标准组织与区块链社群因此展开长期的量子安全就绪规划。同时，学界与业界的新突破让时间表不再那么遥远，也让何时准备变成现在要做什么的问题。硕尔算法是针对整数分解与离散对数问题的量子演算法，能把传统需要指数时间的问题转成多项式时间解法。对密码学致命的原因在于 RSA 与某些椭圆曲线签名的安全性正是基于大数分解或离散对数的困难。若可在合理时间内利用量子电脑完成分解，这些公钥基础的保护即告失效。硕尔的出现改变了加密数学的攻防格局。Grover 演算法提供对未结构性搜寻，例如暴力破解对称金钥约平方根级的加速。对 AES-128而言，理论上量子电脑能把暴力破解复杂度从2的128次方降到2的64次方，但在实物上要达成，还需要庞大量子资源与错误校正。因此，对称密钥并非在短期内被轻易瓦解。实务建议通常是增加密钥长度，或采用适当的密钥管理策略来应对。2026年以来的几项里程碑，直接改写攻防双方的时间表与策略。首先是 Google Quantum AI 发表的 Willow 晶片研究，声称在错误校正阈值上取得关键性胜利，并搭配一系列编译与演算法上的改善，使得用以破解椭圆曲线签名的实际资源需求大幅下降。这里的关键不仅是量子位数量的增加，而是把嘈杂的实体量子位组合成可用的逻辑量子位，并优化执行硕尔类演算法时的电路深度与门数。实体量子位 Physical Qubit 是量子晶片上直接存在的量子比特，通常受杂讯与退相干限制。逻辑量子位 Logical Qubit 则由多个实体量子位透过错误校正码建构而成，能保持更长时间的量子态稳定性。实物上达到一定数量的可靠逻辑量子位，才有能力运行长时间的量子演算，这是容错量子计算的核心。一则具体案例，研究者 Adam Gidney 等人在近几年提出对 RSA 与 ECDSA 所需资源的新估算，显示若错误校正与电路编译技术进步，破解所需的物理量子位数可能从数百万降到数十万或数十万级别。这些数字促使企业与区块链团队加速演练迁移计划。后量子密码学 PQC 的崛起是防守方的主要回应。PQC 指的是基于格积、马积、多环环论等数学难题的加密与签名演算法。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已知能被硕尔类演算法直接捷径破解的解法。NIST 在2024到2026年间完成了第一波标准化工作，并延伸出 FIPS 203-204类规范，鼓励密钥交换与数位签名逐步转换到抗量子演算法。许多大厂已把 PQC 整合到软体堆叠中，例如浏览器、行动作业系统与云端平台开始支援混合式证书。传统加上后量子演算法双签，以降低单一路径失败的风险。后量子密码学 PQC 指一类即使面对强大量子电脑也被认为安全的演算法家族，常见基础包括格积、Lattice 码积、Codebase 与多变量多项式。PQC 的核心策略是选择现阶段量子计算无法有效加速破解的数学问题，并在性能与密文大小上做折中，以满足实务需求。区块链与金融的反应形成另一套具体战场。比特币社群讨论多年的 BIP360 P2 Merkle Root 等设计，与以太坊的 Quantum Emergency 计划，
试图把公钥铺路窗口最小化或提供快速迁移路径。以太坊基金会在测试网上模拟后量子签名的可行性，发现虽然签名大小倍增，但现行的资料可用性层 data availability 能承受。相对的，许多 Layer 2与轻客户端则面临带宽与验证成本的压力。第二个具体案例，某知名交易所与钱包团队在内部演练先偷取再解密的攻击情境，结果发现历史交易资料与曾上传的未加密私钥备份是最大风险来源，促使他们推动混合签名与冷热分离的多重策略，并提供用户工具来生成 PQC 支援的地址。核心挑战仍包括 PQC 签名体积变大，可能10到40倍，互操作性问题，现有硬体钱包与 TLS-PKI 生态的升级成本，以及政策与合规的不确定性。科技公司与标准组织必须在可用性、安全性与成本间取得平衡，并做好加密敏捷性，能在不中断运作下切换演算法的能力。量子威胁不仅是科学家的纸上游戏，它会渗透日常生活的信任机制。对于个人来说，最大的恐慌来源不是当下被偷走，而是现在被搜集，未来被解密。任何今天被拦截但无法立刻破解的通信，若存档保存至量子时代，就有可能在未来被还原。对商业来说，金融机构、医疗记录、工业控制系统面临的不是单一漏洞，而是整个信任链的重建成本。想象一个情境，一位退休者的比特币存在一个未来式地址，其资料在10年前公开过一次，10年后的量子攻击者只需数小时就能重构签名，结果就是数位资产的不可逆逝去。在地缘政治面，掌握量子资源的国家会获得资讯截取与长期解密的能力，这使得国家间的情报与经济博弈进入新阶段。为了防范，许多政府开始制定国内量子安全时间表，要求关键基础设施在限定年限内完成迁移，并对跨国资料流采取更严格的加密审核。企业面对的现实是，迁移成本、客户信任与法遵压力会驱动他们加速升级，但同时也会制造市场分化，资源雄厚者抢先完成韧性布局，资源有限者则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科技媒体与社群的恐慌话语，例如 QD， 在推动公共关注的同时，也带来资讯混乱。专业的回应需要清楚区分风险类型。非对称密码如 ECDSA 面临直接且可预见的威胁，对称密码如 AES128 在短期内仍保有显著抵抗力，而那些已公布且被保存的旧资料则属于未来可解密风险。因此，企业必须做的是盘点资料，优先保护高价值与长期保存的资讯，并推行分阶段迁移与混合加密策略。10年后的场景并非单一结局，而是多条平行可能。在最乐观的路径中，产业与政府在2026到2029年间完成了关键的标准化与迁移测试。主流浏览器与通讯协议采用混合签名，金融系统普遍支援 PQC， 而区块链生态透过软硬分叉与新地址类型完成平滑过渡。你早晨的行为看似不变，手机自动用混合式 TLS 连线到银行，电子邮件服务在发送前自动封装一层后量子加密，硬体钱包在退役旧地址前提示用户进行迁移。社会学上的影响是信任机制被重新编排，法律与合约中会明确规范密钥的保存期限与迁移责任，数位遗产与隐私权的讨论也成为常态。在人文层面，这场转型逼使社会思考数位记忆的伦理，哪些资料应该被永久保存，哪些应该自动到期。当破解技术属于某些国家或大型企业可及的资源时，如何确保资讯正义与个人权利？这些课题将触及国际法、资料主权与跨境监管。技术面上，有几项具体常态化改变会出现。第一是加密敏捷性成为标配，任何重要系统都能在不中断服务下切换加密演算法。第二是混合签名与多层证书成为预设，让系统在面对未知攻击时保有后手。第三是资料生命周期管理被制度化，对于需长期保存的医疗、司法、金融等记录，有强制性的量子安全保存要求，但也会有灰色与黑暗面。工具的可用性让部分恶意行为者提前搜集高价值资料，等待量子出现后解密，而升级过程中的错误配置或互操作失败，可能短期内创造更多脆弱点。这意味着除了技术升级，人才、审计、透明化与跨领域合作的强化同等重要。两个未来场景的短篇小故事。第一，某小镇诊所保存着10年前的病历档案，法律规定必须保存30年。在量子普及后，院方必须把资料转入经认证的后量子封存系统，但有限的预算与 IT 能力使得该镇转换延迟，病人隐私风险升高。最后由地方政府出资协助迁移，并建立社区资安基金，这成为地方治理的新常态。第二，某代币持有者在2026年把所有资金放在冷钱包，其私钥曾被一次性暴露在旧论坛。
随着攻击者取得量子资源，幸运的是，该持有者早在2027年收到社群通知，并完成了转账至新型混合地址，逃过一劫。此事件在社群内部催生出先抑后眠的风潮。在这10年内，技术进步会一面逼近攻击门槛，一面提供防御解方。对普通人而言，选择不是单纯恐慌或无所作为，而是采取务实的步骤，先了解自己的风险类型，优先保护高价值项目，并选择支援后量子技术的服务供应商。技术的进步永远是一把双面刃，这不仅是科学的跃迁，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必然结果。科技的浪潮是不会停止。如果你想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提早布局，现在就订阅频道。这期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